从前有个财主打算建一座新宅院，要盖7间正房和东西各4间厢房。他想把房子盖得气派体面，特意请了一位姓王的老木匠，带着几个徒弟来做房梁立柱。这些木工活在过去，房梁立柱都得用刨子刮得光滑平整，特别费功夫。正房加上厢房一共15间的木工活，老木匠师徒几人忙不过来，就打算把8间厢房的活外包给别人。这天，一个25、26岁的小伙子找上门来接活。论手艺，他比负责正房的老木匠还要精湛些。财主当即就把8间厢房的木工活包给了他。小伙子领着一帮人干活，效率极高，没几天功夫，该曝光的木料都刮得溜光水滑，立柱横梁也都按尺寸备好了料。常听人说同行是冤家，负责正房的老木匠打心眼里看不起这个年轻同行，可人家手艺确实比自己好，他心里既嫉妒又不甘。到了晚上，老木匠找来徒弟们，偷偷吩咐把他备好的立柱都锯短7寸，要是锯的长短不一，他一眼就知道是有人捣鬼。每根都锯掉7寸，他只会以为是自己量尺寸出了差错。等搭建房价的时候，房价自然就矮了，东家肯定不会满意，到时候他就没法交差了。徒弟们听了师傅的话，把锯子磨得锋利，就等着夜里动手。夜深了打更的偶尔也会打瞌睡。老木匠带着徒弟们悄悄溜到厢房工地，哗哗几下就把所有立柱都锯短了7寸。等小伙子第2天发现立柱短了，已经来不及了，既没抓到是谁干的，自己又赔不起新的木料，就算有钱买木料，手下一帮工人等着开工前，耽误不起工期。小伙子琢磨了3天3夜，也没想出解决办法。这天他问财主什么时候搭建房价，财主说还有半个月。小伙子说我想回趟家看望老母，一定不会耽误搭建房价的日子。财主答应了你，这活做得差不多了，让徒弟们在这盯着你，放心去吧。其实小伙子根本不是回家，而是出去想办法。他背着木匠工具，走一村问一村，打听谁家有高大的枣树。一直走出200多里地，才见到一棵1丈5尺多高的大枣树，树干又直又粗，树的主人姓周。小伙子走上前，扑通一声给周老汉跪下了。周老汉心肠好，连忙扶起他。小伙子，有话好好说，何必下跪？有什么难处尽管讲，能帮的我一定帮。小伙子眼眶一红，握着周老汉的手，哽咽着把前因后果一五一十道来。老伯您肯帮我，就是救我一条命啊！我承包了财主家8间厢房的木工活，本想好好干活挣些工钱，养活家中老母和手下的工友，谁知负责正房的老木匠嫉妒我的手艺，夜里偷偷把我备好的立柱全锯短了7寸。如今离搭建房价只剩10几天，重新买木料既凑不齐钱，也赶不上工期。财主性子苛刻，要是交不了差，轻则扣光工钱，重则还要我赔偿他的损失，我实在走投无路了。周老汉皱着眉，捋了捋胡须，面露难色。我一个庄稼人，既不会木匠活，也帮你接不上短立柱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小伙子连忙指向房后的大枣树，眼神里满是恳切。老伯救我的法子就在这棵枣树上，我看这树干又直又粗，质地紧实，正好能切成7寸长的木段，做立柱的底座。只要您肯把树卖给我，不论价钱多少我都认，就算以后慢慢还，也绝不会亏了您。周老汉转头望着那棵枝繁叶茂的枣树，叹了口气，这棵树是我和老伴年轻时栽下的，
守了30多年，每年结的枣子既能换些油盐钱，也是我们老两口的念想。可你这孩子实在可怜，总不能看着你被难处逼垮。他顿了顿，看向小伙子，坚定地说：这树我不卖你，送你了分文不要，只求你能顺利度过难关。小伙子闻言，扑通一声又跪了下去，连着磕了3个响头，额头都磕出了红印。老伯老伯母，你们就是我的再生父母，等我把这活干完，一定常来看望你们，以后给你们养老送终绝不含糊。周老汉的老伴闻声从屋里出来，听了事情的原委，也笑着说：好孩子，快起来吧，出门在外都不容易，能帮一把是一把。当天下午，周老汉找来了村里的几个壮汉，帮着小伙子把枣树放倒。小伙子拿出墨斗尺子，仔细丈量树干，把粗壮笔直的部分截成一段段7寸长的木段，又挑选出纹理细密的木料，打算做莲花形状的底座。他在周老汉家的院子里支起木工架，日夜不停地忙活，刨子刮过木料的声音沙沙作响，每一个花瓣都打磨得圆润饱满，连心处还刻上了细密的纹路，精致又结实。期间老木匠听说小伙子回了老家，心里越发得意，特意派了一个徒弟，以打探进度为由，去小伙子的住处查看。那徒弟找不到小伙子，又听说他往200多里外的村子去了，心里犯嘀咕，连忙回去禀报老木匠。老木匠捻着胡子冷笑，定是那小子没了办法，跑出去躲债了，等着看他怎么向财主交差。他越发松懈，正房的木工活做得马马虎虎，还暗地里跟财主的管家吹风，说小伙子手艺虽好却不靠谱，怕是要误了工期。眼看离搭建房架只剩3天，小伙子终于把所有莲花底座做好了。他把一个个枣木莲花盆仔细装进麻袋，又卸过粥。老汉夫妇借了村里的独轮车，推着底座往财主家赶。一路上他怕底座被磕碰，特意在麻袋里垫了干草，累了就靠在路边歇片刻，饿了就啃几口随身携带的干粮。整整赶了2天2夜，终于在搭建房架的前一天傍晚回到了财主家。财主见他准时回来，脸上露出笑意，打趣道：我还以为你在家陪老母，忘了正事儿，赶不上搭建房架了呢。小伙子擦了擦脸上的汗，笑着回应：东家放心，正事儿绝不敢耽误，我这几天也没闲着，特意给厢房做了点小物件，保证让您满意。老木匠恰好也在一旁，闻言心里咯噔一下，面上却装作不在意地说：年轻人有干劲是好，可别弄些花里胡哨的东西，耽误了房架搭建才是大事。小伙子瞥了他一眼，没接话，只是让人把独轮车上的麻袋搬进了厢房工地，仔细收好。第2天一早，搭建房架的工人都到齐了，财主亲自到场监工，吩咐正房和厢房同时开工。按当地的规矩，木工同行之间即便私下有隔阂，明面上也得互相搭把手。老木匠带着徒弟们不情不愿地过来帮忙，目光一直盯着小伙子那边的立柱，心里暗笑，等会立起房架，看你怎么圆场。大家先齐心协力，把正房的房架搭建起来，上完梁又转而忙活厢房的活。小伙子和工友们分工明确，有条不紊地立柱架横梁，动作娴熟利落。老木匠故意凑上前，眯着眼打量立柱，语气带着嘲讽：我说小伙子，你这立柱看着怎么比原定的矮了些，依我看怕是短了足足7寸吧，这房架搭起来岂不是比正房矮一截？多寒酸。财主也跟着走上前打量，眉头微微皱起，确实看着矮了点。
你当初量尺寸的时候没出错吧？”周围的工人和管家也都围了过来，眼神里满是疑惑。小伙子却一点也不慌张，拍了拍手说：“东家别急，我这设计本就是如此，特意留了余地，就等着给立柱装底座呢。”他转身让人推来独轮车，打开麻袋，一个个精致的枣木莲花盆露了出来，阳光洒在枣木上，纹理清晰透亮，莲花造型栩栩如生，引得众人发出阵阵赞叹。小伙子让人把每根短立柱的底部都垫上一个莲花盆，又用木楔固定牢固。再看厢房的房架，瞬间变得高大挺拔，比正房还要气派几分。枣木底座透着淡淡的木香，与光滑的立柱相得益彰，显得格外雅致。财主看得眼睛发亮，围着厢房转了2圈，哈哈大笑：“好，好，太好了！这莲花底座既弥补了立柱的不足，又添了几分雅致，比正房还要体面。早知道你有这般巧思和手艺，当初就该把正房也一并包给你。”说着还特意吩咐管家给小伙子家发1倍工钱。老木匠站在一旁，脸臊得通红，从额头一直红到脖子跟手里的豹子都差点握不住。他这才明白，小伙子不是没办法，而是早有对策。自己的暗算不仅没能难住对方，反倒衬托出自己的狭隘和技艺浅薄。周围的工人也都议论纷纷，看向老木匠的眼神里满是鄙夷，都知道是他嫉妒人家，暗地里搞了小动作。老木匠实在没脸待下去，也没脸再要工钱，背起自己的工具包，低着头不敢看任何人，像只丧家之犬一样溜出了财主家的宅院。他的几个徒弟见状也跟着师傅灰溜溜的走了，连正房剩下的收尾活都没敢继续做。后来财主家的新宅院顺利完工，厢房的枣木莲花底做成了整个宅院的亮点，来往的宾客都赞不绝口。小伙子拿到工钱后，第一时间买了些糕点，不料专程去看望周老汉夫妇，还帮老两口修补了屋顶，打造了一套新桌椅。此事过后，小伙子的名声在周边10里8乡传开了，不少人都慕名来找他做木工活，他的生意越来越红火。小伙子名叫李根生，祖籍临县的李家坳，打小就没了爹，是母亲含辛茹苦把他拉扯大。他14岁那年，母亲得了风寒，卧床不起，家里穷得叮当响，连抓药的钱都没有。恰逢邻村一位老木匠路过，见他孝顺懂事，又有几分灵气，便破例收他为徒。一来能让他学门手艺糊口，二来也能帮着照看他母亲。根生性子韧，又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，白天跟着师傅学刨料、画线、开榫做铆，晚上就守在母亲床边，一边给母亲擦身喂药，一边琢磨白天学到的手艺。有时候对着一块废料，能反复练习刨削，直到手掌磨出水泡，也只是简单裹上布条，接着再练。师傅常说，木工行里手艺是根，人品是本，刨子要刨平木料，人心更要刨去杂念。根生把这话刻在了心里，不仅手艺进步飞快，待人也格外谦和。不管是师傅吩咐的活，还是师兄弟们托付的事，他从来都是尽心尽力，从不敷衍。跟着师傅学了8年，根生的手艺已经远超同门师兄弟，甚至比师傅还要精湛几分。师傅去世前，把自己最心爱的一把墨斗传给了他，那墨斗是师傅亲手做的，墨苍雕成桃形，刻着细密的纹路，线轮光滑，缠上墨线后弹出来的线笔直利落，从不跑偏。师傅握着他的手说：“根生，
我这辈子没什么本事，就懂点木工活，这墨斗给你，记住，做木工和做人一样，要守规矩，讲良心，宁可少挣点钱，也不能做亏心事，更不能嫉妒旁人，坏了行里的规矩。根生含泪点头，把师傅的话记在心里。师傅走后，他便带着母亲四处接活，靠着一手好手艺，慢慢攒了些钱，日子也渐渐有了起色。这次来财主家接活，他本是听说财主出手大方，想着多挣点工钱，给母亲请个好大夫，再给母亲盖间暖和的小屋，却没想到竟遭了老木匠的暗算。那天根生把枣木莲花底座垫在短立柱下，看着厢房的房价瞬间变得高大挺拔，心里悬了多日的石头终于落了地。财主笑得合不拢嘴，拉着根生的手一个劲儿的夸赞，说他不仅手艺好，心思还巧，连这样的难题都能想出办法来。周围的工人也都围了过来，一边打量着精致的莲花底座，一边对根生赞不绝口。有人说，根生师傅，你这手艺真是绝了，这莲花底座刻得比城里的玉雕还要精致，摸起来溜光水滑，一点毛刺都没有。还有人说，难怪老木匠嫉妒你，就这手艺，咱们这10里8乡怕是没人能比得过你。根生只是笑着摆了摆手，说道，大家过奖了，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，若不是遇到周老伯夫妇出手相助，我也撑不到今天。他说这话的时候，眼神诚恳，没有丝毫骄傲自满。反观一旁的老木匠，站在人群边缘，脸色一阵青一阵白，双手紧紧攥着袍子，指节都泛了白。他心里又气又恨，气自己的暗算没能得逞，恨根生坏了自己的心思，更恨自己一时糊涂，丢尽了颜面。他想起自己年轻时也是个手艺不错的木匠，靠着一手好活计，在这一带也小有名气。后来收了徒弟，日子过得也算红火。可随着年纪越来越大，他的手艺渐渐跟不上年轻人的脚步，脾气也变得越来越古怪，见不得别人比自己好，尤其是看到根生这样年轻，手艺又比自己精湛的后辈，心里的嫉妒就像野草一样疯长。他原本只是想给根生一个教训，让他知难而退，没想到反倒让自己成了众人的笑柄。老木匠名叫王守义，老家在西边的王家村，年轻时也曾吃过不少苦，15岁就跟着师傅学木工，熬了10年才独当一面。他手艺确实不错，早年也做过不少像样的活计，村里不少人家的房梁、桌椅都是他做的。只是后来他渐渐变得心胸狭隘，嫉妒心越来越重。有一次，邻村有个年轻木匠，手艺比他稍好一些，接了一个大活，他就暗地里使坏，把人家备好的木料偷偷换了，导致人家做出来的家具尺寸不符，被东家扣了工钱，还坏了名声。后来那个年轻木匠只能离开家乡，再也没回来。那件事之后，王守义心里非但没有愧疚，反而觉得很痛快。他觉得只要比自己强的人都被打压下去，自己就能一直被人尊重。可他没想到，这次遇到根生，不仅没能打压到对方，反而把自己的名声彻底毁了。王守义的几个徒弟站在他身后，也都低着头，脸上满是羞愧。这几个徒弟大多是家里条件不好，来跟着王守义学手艺，想混口饭吃。其中大徒弟名叫赵三，性子比较老实。当初王守义吩咐他们锯短根生的立柱时，赵三就有些犹豫，他觉得这样做不地道，违背了木工行的规矩。可师傅的命令
他又不敢不听，只能硬着头皮跟着去做。如今看到根生用莲花底座化解了危机，又得到了财主的夸赞，而自己和师傅却成了众人鄙夷的对象，赵三心里越发后悔。他觉得自己不该跟着师傅做这种亏心事，更不该违背自己的良心。二徒弟名叫孙四，性子比较圆滑，当初跟着师傅做坏事，只是想着讨好师傅，能多学些手艺。可现在看到师傅落得这般下场，他心里也打起了算盘，想着以后再也不跟着王守义了，免得被连累。三徒弟名叫周武，年纪最小，才16岁，懵懂无知，只是跟着师傅和师兄们一起做。他还不明白自己做的这件事到底有多丢人，只是看到众人鄙夷的目光，心里有些害怕。王守义深吸一口气，再也没脸待下去，背着自己的工具包，低着头，跌跌撞撞地走出了财主家的宅院。他的几个徒弟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最终还是跟着王守义走了，只是走的时候都不敢抬头，生怕被人认出来。他们走后，财主吩咐管家把正房剩下的收尾活交给根生和他的工友们来做，还特意说工钱加倍，只求做得精致体面。根生没有推辞，他知道财主是真心认可他的手艺，也知道自己不能辜负这份信任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根生和工友们分工明确，一边忙着给正房收尾，一边忙着给厢房做最后的打磨和装饰。根生做活格外细心，每一块木料他都要用刨子反复刨削，直到光滑平整。每一个榫卯接口他都要仔细比对，确保严丝合缝，不留一丝缝隙。他所用的墨斗正是师傅传给他的那把陶形墨斗，弹线的时候手法娴熟，线条笔直，从不偏差分毫。工友们也都跟着根生好好干活，他们佩服根生的手艺，更佩服他的人品，觉得跟着这样的师傅干活，心里踏实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财主家的宅院渐渐有了模样，正房高大气派，厢房齐整精巧，梁柱笔直，榫卯严实，连院里的台阶、门窗、花格都做得一丝不苟。财主看了，天天捋着胡子笑，逢人就夸根生手艺好，人品正。可这平静日子没过多久，就被一阵哭喊声打破了。这天傍晚，根生刚收了工具，准备和工友们一起去附近酒馆吃碗热面，就见一个衣衫破旧、头发花白的老婆婆跌跌撞撞冲进工地，一看见根生，扑通就跪下了，老泪纵横。大木匠，求求你救救我儿吧！根生吓了一跳，赶紧上前扶起老婆婆，温和道：大娘，您快起来，有话慢慢说，我能帮的一定帮。老婆婆颤巍巍站起身，抹了把眼泪，哽咽着说出了原委。原来这老婆婆不是别人，正是老木匠王守义的老伴儿王李氏。自从那天王守义带着徒弟们灰溜溜离开财主家，回到家就一头栽倒在床上，又气又羞，又悔又恼，连病带恨，竟一病不起了。一开始王李氏只当他是受了气，缓几天就好，端水喂药，细心照料。可谁知王守义这病越来越重，起初只是胸闷咳嗽，后来竟卧床不起，不吃不喝，嘴里反反复复就念叨一句话：我错了，我不该嫉妒人家，不该害人。几个徒弟来看过2次，见他这副模样，心里也不是滋味，可谁也没脸多待，放下点钱就走了。大徒弟赵三回去后越想越愧疚，索性找了个由头，偷偷离开了王守义家，再也没回去。二徒弟孙四更是直接收拾包袱，去外地投奔亲戚，另寻出路了。
最小的周武年纪小，看着师傅病得厉害，师娘天天抹眼泪，吓得没了主意，只能天天守在床边端茶倒水。王李氏一个妇道人家，没了主意，看着丈夫一天比一天虚弱，气息奄奄，心里又急又痛。她知道丈夫这辈子心眼小，嫉妒心重，可本质不坏，只是一时糊涂做了错事，如今落到这步田地也是报应。可不管怎么说，都是几十年的夫妻，她不能眼睁睁看着丈夫就这么去了。思来想去，王李氏终于鼓起勇气，打听着找到了根生，想求他去看看王守义，哪怕只是说几句话，让他心里宽宽，或许病就能好几分。大木匠，我知道我家老头子对不住你，心黑，嫉妒你手艺好，背地里使坏，害你受了那么大的委屈，你不恨他就不错了。我本没脸来求你。王李氏说着，眼泪又流了下来，可他现在快不行了，天天念叨着后悔，我实在没办法了，求你发发善心，跟我去看看他吧，就算是骂他几句，他也能闭眼了。周围的工友们听了都有些动容，有人低声说，这老木匠也是自作自受，当初那么坏，现在知道后悔了。也有人说，话是这么说，可毕竟是条人命，都到这份上了，别跟他一般见识了。根生静静听着，眉头微蹙，心里五味杂陈。他恨过王守义吗？说实话，当初发现立柱被锯短，走投无路，差点被逼得家破人亡的时候，他是恨的，恨他心胸狭隘，恨他手段阴损，恨他为了一己私怨不顾别人死活。可现在看着眼前白发苍苍，泪眼婆娑的老婆婆，想着那个躺在床上奄奄一息，满心悔恨的老木匠，他心里那点恨意却渐渐淡了。他想起了周老汉夫妇的善良宽容，想起了自己一路走来的不容易，想起了师傅生前常说的一句话，匠人先做人再做事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别把路走死了，王守义是做错了，可他已经得到了惩罚，名声扫地，众叛亲离，一病不起，日日活在悔恨里。若是他真的就这么去了，带着满心遗憾和愧疚，恐怕到了地下也不得安宁。根生沉默了片刻，缓缓开口，大娘，我跟你去。一句话让王李氏瞬间泪如雨下，对着根生连连作揖，谢谢你大好人啊，你真是大好人啊。工友们也都松了口气。有人说，根生兄弟你心太善了。根生淡淡一笑，都是手艺人不容易，他知道错了就够了。说完，他简单收拾了一下，跟工友们叮嘱了几句，让他们先去吃饭，自己随后就回，便跟着王李氏朝着王守义家走去。王守义家在村子西头一间低矮的土坯房，院子里乱糟糟的，堆满了破旧的木料和工具，一看就知道日子过得并不好。走进屋里，一股浓重的药味和霉味扑面而来，光线昏暗，屋里陈设简陋，只有一张破旧的木床，一张掉漆的桌子，2把椅子。床上躺着一个瘦骨嶙峋的老人，正是王守义。才短短10几天不见，他仿佛老了10几岁，头发全白了，脸上毫无血色，眼窝深陷，嘴唇干裂，呼吸微弱，气若游丝，整个人看起来就像一盏快要燃尽的油灯，随时都可能熄灭。小徒弟周武正坐在床边，眼圈红红的，拿着勺子小心翼翼地给王守义喂水，可他牙关紧闭，水根本喂不进去。听到脚步声，周武抬起头，看见根生，愣了一下，眼神复杂，有羞愧，有不安，还有一丝感激。王李氏快步走到床边，轻声唤道：
老头子，老头子，你醒醒，你看谁来了，是跟生大木匠来看你了。王守义似乎听到了声音，眼皮微微动了动，慢慢睁开了眼睛，他的目光浑浊虚弱地转动着。当看到站在门口的根生时，瞳孔猛地一缩，眼睛里闪过一丝震惊、羞愧、痛苦，还有深深的悔意。他张了张嘴，想要说话，却发不出声音，只能从喉咙里发出微弱的呵呵声，眼泪顺着眼角无声地流了下来。根生慢慢走到床边，看着他，语气平静，没有怨恨，没有嘲讽，只有一种淡淡的悲悯。王师傅，他轻轻唤了一声，就这一声，王师傅，让王守义的身体猛地一震，泪水流得更凶了。他挣扎着想要坐起来，可浑身无力，根本动弹不得，只能用充满愧疚的眼神看着根生，嘴唇哆嗦着，好不容易才挤出几个微弱的字：对不起，我错了。声音虽小，却字字清晰，充满了无尽的悔恨。王理事在一旁抹着眼泪，小声说，他天天都这么说，天天说对不起你，后悔啊。根生看着他，缓缓说道：王师傅，过去的事儿别说了。王守义摇了摇头，眼泪直流，声音哽咽：不，我要说，我嫉妒你，手艺比我好，名声比我好，我心胸窄，容不下人，我不该锯你的柱子，不该害你，我不是人。他越说越激动，呼吸变得急促起来，剧烈的咳嗽起来，脸涨得通红，咳得撕心裂肺，仿佛要把五脏六腑都咳出来一样。周武吓得赶紧轻轻拍着他的背，急道：师傅，你别激动，别说了。王理事也慌了，老头子，你慢点说，别气着，好一会儿。王守义才慢慢平复下来，喘着粗气，眼神里充满了绝望和痛苦。我这辈子争强好胜，害了别人，也毁了自己，名声没了，徒弟散了，家也快没了，我悔啊，我真悔啊。他看着根生，眼神里充满了祈求。根生，我知道我错了，你能原谅我吗？我不求别的，只求你能原谅我，我死也瞑目了。说完，他眼巴巴地看着根生，等待着他的回答，眼神里满是恐惧和期盼。王理事和周武也都看着根生，大气不敢出，心里紧张的要命。根生静静地看着王守义，看了很久，他看到了一个老人在生命的尽头卸下了所有的骄傲、嫉妒和固执，只剩下最本真的悔恨和脆弱。他看到了人性的复杂，有恶念，有偏执，有糊涂，但也有良知，有悔悟，有对宽恕的渴望。过了许久，根生终于缓缓开口，声音温和而坚定：王师傅，我原谅你了。这5个字如同甘霖，瞬间浇灭了王守义心中所有的痛苦、愧疚和绝望。他的眼睛猛地一亮，不敢置信地看着根生，嘴唇哆嗦着，泪水汹涌而出。这一次却是喜悦和释然的泪水。你原谅我了，真的。根生轻轻点头。人这一辈子，谁都有糊涂的时候，谁都有犯错的时候，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你已经知道错了，也受了惩罚，这事儿就过去了。王守义喃喃自语，脸上露出了久违的轻松的笑容，那笑容里没有了嫉妒，没有了怨恨，只有平静和安宁。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，仿佛压在心头多年的巨石终于落了地。谢谢你，根生，你是个好孩子，心胸宽广，比我强太多了。他的声音越来越轻，眼神里的光芒也渐渐柔和下来。
脸上带着安详的笑容，慢慢闭上了眼睛，呼吸渐渐变得平稳均匀。王理事轻轻探了探他的鼻息，又摸了摸他的脉搏，瞬间眼泪又流了下来，这一次却是带着释然的泪水。他走了，走得很安详。周武也忍不住哭了出来，对着王守义的床深深鞠了一躬。师傅根生站在原地，静静地看着，心里没有报复后的快感，也没有厌恶，只有一种深深的感慨：善恶到头终有报，一念之差，天堂地狱。王守义因为一时的嫉妒和恶念，毁了自己的名声，毁了自己的人生，最终在悔恨中离开了这个世界。而他自己因为坚守本心，善良宽容，不仅化解了危机，赢得了尊重，也放下了心中的芥蒂，成全了别人，也成全了自己。处理完王守义的后事，王理事带着小徒弟周武特意去财主家，给根生磕了3个头，千恩万谢。王理事说：大木匠，你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啊，若不是你宽宏大量原谅了他，他到死都不能闭眼。我们全家都记着你的恩情。周武也红着脸说：根生师傅，以前我不懂事，跟着我师傅做了错事，我知道错了，我想跟着你学手艺，好好做人，你能收下我吗？根生看着周武真诚的眼神，点了点头。学手艺先学做人，只要你真心悔改，踏实做事，我可以教你。周武大喜过望，连忙跪下给根生磕头：谢谢师傅，谢谢师傅，我一定好好学，好好做人，绝不辜负你。从那以后，周武就跟着根生学起了木工手艺。根生对他悉心教导，不仅教他手艺，更教他做人的道理，待人真诚，心胸宽广，不贪不妒，正直善良。周武聪明好学，又踏实肯干，进步很快，渐渐的也成了一个小有名气的木匠。而财主家的宅院也在根生和工友们的努力下顺利完工。落成那天，财主大摆宴席，宴请了所有参与建房的工匠和附近的乡亲们。宴席上，财主端着酒杯走到根生面前，当众高声说道：今天我要敬根生大木匠一杯，他手艺精湛，天下少有，他为人正直，心胸宽广，是难得的好人，能请到他来给我建房，是我的福气。说完，他一饮而尽，对着根生深深一揖。在场的所有人都纷纷鼓掌，对根生赞不绝口。根生师傅真是好样的，手艺好，人品更好，这样的匠人真是百里挑一。根生笑着连连拱手，谦逊道：各位过奖了，我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儿，大家抬爱了。宴席过后，财主不仅给了根生双倍的工钱，